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触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多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芳气点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6季，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陈明，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欢迎加油团的成员，欢迎佘诗曼、钟汉良、纯叶、哇，大老师，我看你还有什么拟声词，还有何律，哇，这捧哏的来了啊！是的。接下来这位重磅了，你必须准备好一个最独特的拟声词为他欢呼，因为虽然是我们 offer 重归律政以来这一位的我们飞鹰嘉宾第一次来到我们观察室，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就觉得亲切自然，老朋友究竟是谁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被称为通透指南的职场指路人杨天真女士，杨天真，欢迎，回到了 offer。那回到了怎么？我第2季就在这里是常驻嘉宾了。他老熟人，对，老熟人自己人，真正的老朋友。那今天听说我们天真姐没有空手而来，给我们加油团带了小礼物。是的，天哪，这多不好意思啊！是我的第3本新书。你看看，哎呦，谢谢，去遇见，对，感谢你，谢谢，哇呀，谢谢天人姐，哇，我们先坐吧，坐下聊。我一个人去了20几个不同的国家，然后玩了4个月，好羡慕哦，玩得很爽，真的非常爽，4大洲都去了。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要有一阵子的沉浸式的工作，跟一阵子沉浸式的旅行，然后从工作里跳出，这样子你可能会更找到你人生该干什么。你不觉得这个开头很耳熟吗？就刘律也特别喜欢用人生开头，真的，而且听说2位已经是好姐妹了吧？我见到她了，真的长得好像。我之前我跟陈明录真人秀拍的就是刘律，然后当时刘律一出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跟我这么像？我们2个聊天就发现很多思路都很像，因为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律师，就是我想读那个考北大法学院，后来阴差阳错没有读上，然后他是清华法律系的嘛，当了合伙人，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一不小心我就会跟他的人生真的是很像，可能就长得像的确实是容易聊在一起，因为我第一回见鹿晗的时候就没什么可聊的，这么像的，我太像了。OK， 那今天呢，所有的实习生们也要迎来他们的最后一个课题的考核了。在前面7个课题的考核当中，陈可儿现在是110%的 KPI 排名第1，洛欣是100%的 KPI 紧随其后。当然，2位都已经顺利的突破了100的 KPI 值。是的。那此外还有6位实习生并没有突破100大关，这个课题将会是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机会。他们表现又怎么样？一起来看吧。来了。新的一天，陌生人呢？我现在让实习生都进来吧。好的。OK， 那大家已经认识了律师。OK， 那其实律师他会负责其中一个我们最后的课题的案件。天真少女，你知道那个中间这位老师已经现在帮我们都管他叫小黄人了。他好像啊，我们能不能下次请他模仿一下小黄人？待会要来，这个由大老师来跟他沟通了。那你们现在准备好
迎接你们的终极课题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OK， 终极课题有2个案件，然后第一个案件是我的案件，这是一个工厂造假案。位于香港机场新填海地区的晨光办公大楼，由香港最大的发展商荷西集团所建。2024年的3月，廉政公署收到匿名的举报，揭发了晨光办公大楼的土壤的压密测试涉嫌造假，测试过程是由外包的伊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负责的。然后这次的造假事件令荷西集团损失了大约6亿个港元。然后经过廉政公署的调查后，香港的律政司就决定向伊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相关的责任人提起刑事的起诉。被告人员有11人，其中其实10人已经认罪了，但是只有实习技术员张瑞坚他没有认罪。这个考核是这样的，实习生你们需要分为控方跟辩方，控方就代表律政司，辩方就是被告人张瑞坚的代表大律师。针对这个案件展开一个模拟庭审，这个控辩双方需要处理整个庭审的过程，包括开案陈词、证人的主问跟盘问以及结案陈词。跟真实的案件一样，控方将不会得到被告人以及辩方证人的口供，反之，辩方将会得到控方所有证人的口供。这个案件将会用普通话处理。好了，案件2，我让律师介绍给大家听。好，谢谢沈大律师，我也很高兴能够参与你们的这个课题，然后我也很期待去跟各位的这个学员，我们一起去讨论这次的课题。那这个课题呢，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跨国股权纠纷的一个仲裁案。那申请方呢，就是 C1、C2、C3 就受了这个 R1 的邀请，一起去成立了一家从事这个电动汽车电池研发还有制造的一个初创公司啊。然后呢，双方呢就签署了一份股东协议。他们这个协议里面其实就列明了 R1、R2 作为 R3 公司的这个控股股东还有董事呢，他们就必须用 reasonable endeavors， 就是我们中文就是说合理的努力呢，去促成这个 R3 公司与这个美国的那方面去上市啊。然后很不幸的后面呢就是双方就出现了一些分歧，导致到呢就是申请方 C1、C2、C3 就离开了 R3 公司啊。然后呢 R3 公司随后呢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内部的重组，把他们的那个资产还有债务等等呢就转让给这个 R3 独资拥有的一个子公司，然后换取的呢就是子公司相应的股份。然后呢，子公司就去年2023年底呢就完全了这个 IPO 上市。然后由于 R3 并未能上市呢，的作为股东的，就很自然了，他们就不能够得到上市公司股份上面的利益了。那所以他们呢就按照这个股东协议呢，就向被申请方提出这个国际仲裁，然后仲裁地就是香港。好，这个我们的最后的课题的 KPI 评定规则是这样的：4位同学将会负责一个案件，每个案件会有2组。模拟法庭就是控方 PK 辩方，然后商业仲裁就是申请人 PK 被申请人的。2个案件的 KPI 各为50%。哇！对抗的2组来分配这50% 的 KPI， 此消彼长的拉锯关系，所以你们可以得到的 KPI 就是0
50、5、45、10、40、15、35、20、30、25、25。我6档。然后再分给4个人。比如说这一队是20，这队是30。那这样子其实确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哈，理论上。对，因为都有最高要拿50，也可以破百。然后每一场里面我们会评选一位表现最好的 MVP 选手，可以得到额外的5% KPI。然后现在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KPI 排名榜。这个选择按键的顺序是从低往高选择按键。哦，反过来选。所以张同学将会是第一位选择按键的。然后我们有3位同学是重分的，这是王文翰、向志远跟单紫薇。那你们的选择按键的顺序就是要抽签了。适合仲宇，这个环节太适合仲宇了。你们先抽签吧。OK， 是想问一下，第2个案例也是中文的，对吧？王文翰，他已经在问第2个的语言了，他感觉有兴趣啊。哦，对你这个问得好。这个语言方面呢，在这个书面陈词还有递交的那些文件上面都是英文的啊。不过去到最后第3部分，就这仲裁庭的那个口头表述呢，那就是用中文的。好的。我直觉觉得第2个好像很难，又跨境，对不对？又商业股权，这个其实也得看对手，挑题也要挑人。OK， 张同学，喜乔，他目前那个 KPI 分最少50，对。OK， grading。然后你们3位谁是？紫薇，紫薇 ，OK。紫薇会选什么呢？辩方，过往都是觉得女生是喜欢办辩方。对。哦，蛙哥厉害了。下一位是第2嘛，是向志远。向志远。哎呦，机会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想辩方人，原来。王文翰，文翰好好选呐。文翰是后来居上的黑马。你说要选第2个 arbitration， 有点想选。太棒了！哎，他这样更像小黄人了。OK， 一航。接下来就是要挑队友了，因为每个组都有人了。是的。
看一下我们前3到底怎么选。可儿、怡涵、洛星。猜一下，罗老师会选谁？怡涵应该上庭一次，他当时没有上庭的机会过，他是坐在后面当那个。我也觉得他会选紫薇那一组。班姐。可儿想说，我怎么2个又对上了的？可儿跟洛星。Michelle， 洛星会选那个 Marco 那组吧？Marco 一定会选洛星。哎，根本没有犹豫，1秒的犹豫都没有。起桥起完之后，就感觉这个地儿已经空好了，等着姐姐的。哇，这个好看哎！谢谢。哇，可儿加文翰。OK， 都选了案件了，那你们留在这个会议室。好，有点东西，这就分完组啦，接下来开始大战了。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去讨论这个课题啊。有些呢就可能比较喜欢这个课题，有一些就可能对这个课题就比较陌生。你们有做过仲裁案啊，参与过仲裁案的这方面，或者是民事商业的这些案件的经验吗？一点点。之前在另外一个大律师所做一个实习生，然后就参与了一些。哦 ，OK， 明白。你们呢？有没有？我主要是内地的商事诉讼跟仲裁会比较多。明白。我本身的硕士生导师也是就是内地关于商事仲裁方面的权威。如果有接触过这类的背景的，那就比较有优势啊。那2位女同学呢？没有接触过仲裁，没有。那知道大家的时间都很紧迫，那不过呢，不幸的是这个案件呢又有新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就是被申请方现在呢就发现了这个申请方就是 C1、C2、C3， 原来他们在职的期间开发研究了一个电能汽车电池的一个软件，还未经这个许可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软件在他们离职的时候呢就拿走了他们其实离职了不够1年之内呢，他们基本上就加入了另外一家也是在这个行业里相关的一家公司所以他们呢现在就要提出一个反申诉。其实这一个单元这一个部分呢，那 KPI 主要就是分了2个部分。第一部分提交这个关键文件清单就是需要大家是今天这个下午去完成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10个 KPI 第2部分就是书面陈词，第3部分就是这口头仲裁，这2个加起来呢就是40个 KPI。第一部分来说呢，提交文件的这个关键清单呢，只可以列出10份的关键文件。那我现在就把相关的材料发给你们。好，这里每人1份，你也是。看先来点一样的。要1人1份。每人呢就会有3份的资料，第一呢就是事实陈述书，然后第2份呢就是申请方的他那个仲裁的申请书第3份呢就是被申请方他那个抗辩书。主要的一些案情应该就是会在这里能够找到，也是根据这几份的文件呢，你们就可以去找最关键的10份的那个文件那所以到最后就看2方哪一个清单能够更加的准确把那10份的
最关键的文件列出来。好，谢谢。好，不客气。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资料吧。好。我先把这个看完，然后我再想想。大概25和30那个。行，感觉还挺好的。我的愿望就是这个课题结束之后你保住第一。我一点都不懂。然后我冲过100，这就是我的目标。好，一起加油！加油！加油！帮你稳住第一，让我冲过100就好。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文件清单很重要。你如果一开始对方就拿了10分，你后面压力太大了。就这个课题，我只希望能拿个20分就行。不行，你拿20，哥们儿就过不了100了。不行，咱不能抱着只拿20减，咱必须少说拿30。然后文翰还想要得到100%，对他下30，他是背水一战了。陈可儿所有的工作这儿是专座，他一直在这儿工作，比较美，正面侧面都能拍到。哦，我的第一反应是吉利，就是做这个都赢了，可能。对啊 ，KPI No.1 位置。加油，我一定要把你扶上最强。啊，我觉得我一点也不懂这个课题。其实还好，没事儿。天哪，我完全看不懂，好难啊！没事的，有一些实物性的东西，我真的也需要去问你意见，所以我觉得你不用灰心。我觉得我俩搭配真的很好，我很相信你姐。他现在每句话都带一句姐，他以前不这样的。他这个公司仲裁法如果没接触过，是不是就是完全搞不懂？是因为仲裁它跟那个平时的诉讼还不太一样，而且它是一个商业的背景。这好像是小何的非常专业的领域，你那本公司法就是讲这个。这个确实太专业了。Hello， 我们又到了同一个会议室里。没想到铜锣湾3兄弟跟我们可儿姐以这样的方式相见也不错呢。这是我们课题5的《肖申克救赎》小组啊。好的。所以R2是自然人还是公司？R2是他的全资子公司，R3是他们的也是公司。我好笨啊。没事，真没事，姐你不用担心，好吧？加油，我一会儿跟你具体说一下那个 structure。谢谢。没事，咱俩一个 team 的，必须把你扶上去，必须得过100。哇，好感人啊！人家当时怎么拉着我们呢？是吧？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呢。天哪！而且这个 KPI 也太多了，是吧？唯一的机会了，我得拿40、10，但相信紫薇和罗老师也都会很拼的。我也觉得，我也得拿30才行。等于向致远其实最近这几期都没有，对，没有 KPI。他之前挺突出的。你找的这个案例真的太好，而且咱们2个打他们，咱们必须得有自信。虽然他们也很厉害。罗老师要发威了，罗老师还差5分了，可以。要赢，去抢 KPI。文翰都不一样了，感觉他心态调整回来了。哇，他这个侧脸变帅了，气场已经拉满了。好，那刚刚终极课题的组队已经完成了，有没有各位觉得比较意外的组队？咱们不是说浮潜啊，但是我可能就是因为浮潜，你知道。起桥起完之后，就感觉这个地儿已经空好了，就是下一个人名字已经有地儿了。对，姐姐要过来了啊，等着姐姐呢。不得不说，洛鑫确实是犹豫时间最短。对，3搭了嘛，已经有这种默契了。但是他们这组如果有先10分 KPI 的话，他们必须要拿到这10分啊。对，也就是说，启乔如果这一轮不拿10%，他就达不到100啊。哇，真的？因为他现在是50啊。
如果他只剩40，就算拿满他也是90。他必须第一轮这个10的这个搜集及清单这一轮，他就应该拿到10%的 KPI， 他才有可能冲过100。对。然后除了这个分组之外，这个案件本身，小何律师，你现在觉得你要是你会选哪个？我其实有准备，就是一些小的道具，可以跟大家讲的。我可以啊，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哇，何律小课堂。哎，那就先讲工程。好啊，好啊。就是我其实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就是从左到右，它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嘛。河西集团，它是想要开发一个大楼，那么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事情肯定不能只有它来完成，所以他当时就请了一个外包的公司嘛。这是个建筑公司。对他们可能是做一些测量的，然后帮他们出具一些跟建筑相关的一种专业性的文件，然后他们就对这个大楼的这个土壤的压密进行了一个测试，然后他完成报告了之后，最后这个大楼拿到各种各样的报告，最后才能够去建成，拿到那个竣工的验收的一个标准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东西出现问题了。然后这里的话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他刚刚案情里面不是有介绍了吗？10多个工作人员，11个，对，10个已经认罪了。但是呢，这位张瑞坚他没有认罪啊，他觉得他是无辜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事情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廉政公署他接到了举报，所以才会由这个律政司开始跟廉政公署介入了调查，发现确实可能存在涉及到刑事的案件。那么最后律政司就向这个张瑞坚提起了这么一个控诉。因为一幢大楼，如果说工程这种问题出现了，最后造成的损失，包括人员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可能会有人身安全。所以我们控辩双方的目标很简单，一方面要证明张瑞坚他有罪，一方面要说他没罪，所以叫 PK 2v2。是的，OK。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工程造假案。你的这个可视化太棒了，真棒，做的很清晰。哇，这个 PPT，王文翰的水平，王文翰，后期王文翰。哇，这个太复杂了。对，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难的话，可能是因为商事的案件，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可能会觉得离自己比较远，所以你对一些商事的一些结构也好，或者说其他也好，不会特别的了解。就是我先按照顺着讲啊，也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然后这其实是一个创业合作，然后中道崩殂，然后最后几个人反目成仇的这么一个典型的一个故事。创业的人大家可以理解为阿一跟阿二，他可能是公司，也可能不是。这个材料我们没有看到，就不管他了。阿一和阿二他邀请了3个很优秀的青年才俊，说：“你们3个人很不错，我看好你们，加入我们这个公司吧。”那加入了之后的话呢，他相当于具有了2重身份，一重身份是股东，就是他们获得了这家公司的股权。那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高管的身份，比如说担任，比如说 CEO、CFO 等等职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起畅想说，未来我们这家公司是要上市的，所以我们一起为这家公司做出努力就行了。所以他们有签订一个股东协议，刚刚那个律师有提到。那但是事情总是不会向着他们预想的那样去发展。某一天，就是 C1、C2、C3，他们可能是因为理念问题，也可能是别的公司来挖他们，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然后呢，他们离职了，所以目前他们的2重身份高管就没有了，他们辞职了，但是他们的股权还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家公司如果23以后上市了的话，他们也是能吃到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红利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21跟22他没有持续的把这个23推去上市，他做了一个重组。就是说，23他又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子公司，他把自己的债权债务全都移到这下面去了，相当于换了个壳，然后最后这家公司上市了。对呀，听上去212没问题啊，你那仨人都走了，我还要给你们股权啊。其实这里说白了，他就是认为那几个人走了，不想再他享受后续的利益。是，这是一个商业操作。这个点是知道他们把那个知识财产权的创作拿到别的公司之前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哦。其实这里有2个事情。最一开始 C1、C2、C3 为什么要起诉21、22、23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你现在换了一个壳上市，那我们的这个利益不就跟我们原来签的这个协议不一样了吗？那你是不是要对我赔偿，对不对？这是这个逻辑。可是他们仨也走了呀，走归走了，但是他们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但是股权还在呀。股权还在，对。对，就像比如说我创立了一星娱乐这个公司，我是公司的董事长，我是在公司占有一定比例的股权，同时我是公司 CEO。但是我可以辞职 CEO， 我可以不工作，但我的股权仍然还在，所以它是2重身份。明白了。那个刚才他们雪上加霜那件事情，是说因为他们
马上到。这第一件事情差不多说完了，所以 C1、C2、C3他觉得就是你不地道嘛，你应该本身就是尽合理的那个努力把23送上的。现在的话就变成子公司送上了，我的利益受损了，所以我起诉你。但是现在不一样，虽然现在21、22、23他们是这个案子里面的类似于被告，他被申请人嘛，但是他发现当时 C1、C2、C3在公司里面做了不地道的事儿，你们也侵权了。当时是什么时候？他们还在职的时候，没有离职之前，他们自己偷偷造了一个软件，最后把这个软件又带走了，而且带到新公司，可能是竞争，对竞业的这种，其中提到了违反了竞业协议，所以他在这个案子里面又提到了一个反申诉，对，然后相当于就在这个案子里面，然后申请方他会有自己的诉求，但同时被申请方在应对他的诉求的同时，他自己要提一个新的诉求，明白了。所以呢 ，C1、C2、C3主要就是说，你给我约定好了23要上市，结果你给我搞一子公司上市，对，我申请你。对。然后21、22就是说，哎，你还把我的软件带走了呢。对。第一，你知识产权侵犯了；第二，你还违反了竞业协议，我还要申诉你呢。杠上了，明白了。他们刚才还提到有10个点的 KPI 是那个正确目录清单，对不对？好问题，是这样啊，我把这个先放在这边。又有小宝宝，我这次做了很多的准备啊。哎，我天哪！我其实那个偷偷联系这个。就是几位律师，然后把他们这个标准答案拿来了，大家可以先看一看，感受一下。哦，这是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必须要提交的。哦，哇，咱们有攻略哈。对，太棒了。对，大家可以先看一看，你们觉得里面哪一份文件比较重要？这个一拿，我每个字都认识，但又没有一个字认识的感觉。Subscription。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文件。如果说你平时不做这种商业或者是投资相关的工作，他们要去找准这些文件，其实对他们来讲难度还蛮大的。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从前面到后面每份文件可能对他们而言代表些什么。因为第一份文件就是一个股份认购协议和股东名册。这个文件的话，最主要是证明 C1、C2、C3 他们是23这家公司的股东。因为你必须要是股东，你具有这个身份，你才可以去提起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第二份文件股东协议就是他们之间都是股东的情况下，他们到底当时怎么约定的？这很重要啊。对，很重要。离职协议很关键，就是他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对，可能就是跟那个带走知识财产权跟那个带走的东西到底是怎么约定关键的那个。什么1年后、2年后不能去其他公司？对，就是看哪边可能能尽可能的列多的他们认为重要的文件，才能够拿到这10个。是，所以他们接下来要面临他们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提交这份关键文件清单10个，每个人交10个，在里面重合的越多，很有可能离10个 KPI 就越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提交的情况怎么样。本轮调查取证的关键就在这个房间里。主子们的品味不错呢。猫窝也是豪华别墅，哇，全都是最新款彩妆哦，还是个资深装备控呀。根据当事人一贯精打细算的性格，可以排除报复性消费的可能。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他参与的是天猫双11活动，天猫双11官方正品折到底，百亿红包无限惊喜，万千好物省到底。答案很明显，没有人能对天猫双11活动不动心，所以我们这次的 offer 稳了。您好，有您的天猫快递。他这次的 offer 赚了。你学过 corporate law 吗？现在没有。他有 restructuring， 我没有做过 arbitration， 但是我知道怎么写。我写过很多份 IPO 的 request。哇！但是跟这个应该不太一样，我也没有遇到过只能写10个文件的需求。哦，我以为是那种两边都需要的一些文档，就比如说什么 shareholders agreement 的 certificate。我在这个 case 里是的，但是在真实情况下，一般都是写给对方的嘛。我之前 list of documents 应该不太需要你用 legal sense。legal sense， 你要只需要用什么那个 buyback。我现在在列，我觉得你可以也列一份，说我们对一下。啊。我还没读完第2个。我们5点40。OK。姐弟组合，他们这个组合几乎横跨了半个一半以上，我觉得1半以上2/3个课题。是的。而且他们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事儿碰见就要重新开始学。
其实这个案子真的挺有用的，在现在这个行业里，真的，如果能把这个案子搞透，我感觉以后的面试大有帮助。你不用面试了，姐，把这个案子搞透，你来这儿当大律师。因为我很想做第一个课题，我也感觉到你能做第一，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很想做第一个课题的控方，因为上一个课题没有做控方，而且我又很想再盘问。这个仲裁。没事，我觉得接触一个新领域，没准以后你也可以是仲裁方面专家，挺好。正面情绪拉满呀！真的是，我跟你说特别好，这话接这么快，而且都是说有效的接话哈，就喜欢这个。那其实我们就是列一个，就是需要整所有的，对，就是我们觉得对我们而言很有用的。这个还算10分 KPI 呢。我这个要是打一开始没拿到10分，我感觉太痛苦了。别想那么多，先干。真的，我的心态好差。不应该啊，你不是怎么不像我认识的？因为我好不擅长这个课题，它特别的。不是说不擅长就一定拿不到分。对，不好意思，我的这个负能量到现在这一刻5点39就终结了。你这点我觉得你特别厉害。你说不行，不准哭，憋住，终结。这个一个人心态不好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队友实在太好了，一直在鼓励他。人做擅长的事很重要。首先 SHA 是都有的，对吧？Shareholders agreement 对不对？对。然后那个 lockup agreement， 你也有。那是 buyback 对。然后那个irrecoverable， irrevocable， 我找到一个。不可撤销也有。还有 performance target 你有吗？我写的是这一天的 board meeting minutes。差不多。对 ，OK， 下一个。我写了一个 resignation letter of C1、C2、C， 因为他辞职信。辞职的原因是什么？当然有可能，这个我觉得可以存疑啊，尤其是还有新的。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加其他，对不对？你的下一个是什么？我想要一个 board resolution 关于第21条的，他们用来approve 那个 reorganization 吗？对，你就是 restructure 那个。重组相关的协议很重要。路线太清晰了，一个一个对。OK， 我能理解你要的这个文件点，我再等会儿写的时候想一下吧。然后你的下一个是什么？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Why？ 因为我觉得好像通常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做一个 basis， 好像全部的证据都平时这个有关，但是我没学过 company law。但是如果需要这个的话，它就占用我们这个。OK。对啊，我可以先写在这儿，但是我觉得 incorporation。OK。OK， 我们现在确定要写的已经有1、2、3、4、5。然后还有 IPO prospectus 是肯定要的6个了，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刚刚提到的那个里面必定是需要 C2、C3 的 employment contract。对，所以这个是第7个已经有了。你可以去问他的 projects investment 或者是 business strategy， 但是我同样觉得这2个很难问到，你很难问到他的具体的文件。然后再一个就是 financial stability 这个 book runners 的是在哪里？这个book runners 在我们的那一份里面。我先按照这样写了，你先看那一份。我
我是觉得目前的这个，我们还是要去梳理一下关于文件。我现在写的是这几个，上面的这4个是我觉得应该是要的。第一个就是首先肯定是这个 Shareholders Agreement， 就是关于这个 EV Battery Holdings 的 HCL 这个公司的出资协议书是要的。股东的公司章程，我觉得一会儿我要想一下要不要。我觉得公司章程的意义不大，因为你上市前后公司章程都会改的。我觉得可以要新公司的公司章程。对，但这个就可能涉及到我们下面要不要。然后下面第二个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 C3 它其实是后加入的，因为这个相当于是 C1、C2 先去签了这个，然后 C3 签了一个这个协议。因为这个相当于是 C1、C2 签的，我不知道 C3 签的这个所谓的守约契约跟这个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得要一下。然后下面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锁定表决权的一个协议，就是在这里。我知道你说的这个 proxy lock up agreement 这个是在 C1、C2、C3 他们都有的，所以是需要去要一下的。然后下面就是涉及到这个就是不可撤销的代理协议，我觉得是一定需要一下的，因为不知道这个的权限是怎么样的，这个是需要一下。文翰的都好细哦。那看得出来确实有这个经验，而且他是在根据材料里面的一些梳理的事实情况吧，去找的相关的材料。没时间了，你那边还有什么要加的？你还有多少个？还有2个，差不多。一旦到了洛星开始催促的时刻，这可能不到10分钟了。你要把10先写上去，10我觉得加一下这个，就是 other。那我看 The software 是谁？他们做出来的软件。只有这一份要的东西是吗？你确定哦？那个是主要是 employment contract。还有没有别的？我在考虑要不要写一个。那你要快点考虑了。我先把这个写上去吧 ，manage of。快到截止时间了。这两，但是2边差不多其实。就我发给你的这些应该差不多。现在57了，我要发了。OK。这一下10分 KPI 花落谁家？对，张启乔必须得有啊，没有他就没了。我觉得我已经意识到我们会怎么分工。怎么分工？哎，这个细看其实就知道答案了。对啊，刚才应该截屏一下啊。第9个我没什么把握，我觉得别的其实还 OK 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另一个要啥了。我真的觉得这个10完全是错的。定格看一下，小何律靠你了。那现在呢，就公布一下结果了啊。有一些其他的文件，就是2方都未能去把它列出来啊。那反申索那方面呢，申请方式做得比较好一点。那不过去到主要的那个申索的方面呢，这里呢就比较起来了，这个被申请的那一方呢，就比较真的能够抓得到重点。哦。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国际仲裁案第1部分。有关关键文件提交清单这一部分的胜出方，我们就是
所以是可儿吗？这意思？可儿他们这要不是洛心的话，那启乔就就是被申请的那一方。可儿组漂亮，蒙汉先10分入账。啥呀？那启乔就不能破百了。所以恭喜被申请的那一方的同学，你们就将会得到这个环节里面10个 KPI 完全的那另外一方面申请方那方就没有了，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行，谢谢。好，不客气。好。你那个后面一个 submission 我有几个模板。哦，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其实就差不多？有2个，很失落。它有2个，就是我之前面试之前，然后我做仲裁的同学发给我的里面，我看有2个模板。大圣还有机会吗？大圣也没有了，因为大圣剩下只剩40，启乔现在只有50。他给卜律发了一个信息，还要加个哈哈哈哈，好心酸呐！最难过的表情发哈哈哈哈哈。其实是呜，走吧。走吧。哇，太困了。还想再问？对，我觉得所以早点回去休息。然后回去吃饭。好，那我们 OK。吃完饭就我要回去睡觉了，我真的要回去睡觉。我 cap 在95现在。什么？我最高只能拿95。因为你现在没有10。对。洛心才反应过来 ，OK。我们惨失10个，我们又输了。对。不是你们这刚一个文件清单就。对，那个清单是10 KPI。然后 offer 的那个满不了100了，现在最高我们也只有40的那个。对，我不能满，没关系，吃饭。没事，启乔，你来的晚呀。提前结束游戏了，因为我在这等你。OK。太准了。哦，师傅给我们打电话了。师傅来电话来。Hello， 师傅好。Hello， 师傅。Hello， Annie。好漂亮。我们刚刚拿了100 KPI。我们刚刚输。是的，这个里面有很多惊喜的 ，You never know。好想师傅呀。紫薇好贴心啊，起到一个支架的作用。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小失望啊？没有，我们累疯了。我们今天都睁不开眼睛了，累的。是我看见你们俩趴着，就没办法，这个强度是有点大，但是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课题了，所以我们加把劲儿，咬咬牙，最后冲刺一下。好的。这个现在这个比分还是小的一部分吧，大的还在后面。而且这个课题，我觉得你们俩都有强项，对吧 ？Marco， 全英文的报告。洛西现在 presentation 也非常好啊。谢谢师傅。Marco， 不要灰心，这个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成长我们都看得见。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个结果了，而且结果你有的时候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样。没有希望。说得好。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好好吃饭吧。好吃 ，Thank you。好，师傅，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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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会。我挺喜欢我们课题的，其实，除了我们说之外。而且启乔最神的是，他一输的第一反应是给他师傅发信息，他就是真的把师傅当自己人啊。走吧，走吧，走吧。Tossed in like a castaway, what we wanted, not what we thought we wanted. Tossed in. 你不开心吗？没有，还行，没关系。我们也应该不是差太远吧？我们刚才说的东西，他说的东西我们都提到了，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所以他说是险胜嘛，其实我们已经写得很好了。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还有成果满意就可以。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到100 KPI。那也没办法呀。但是我们最后那个说得好，然后我中文觉得有进步，我就挺开心。你中文超有进步。没关系，我们还有剩下的40 KPI 可以拿。对，来一个大赢，没关系，能对自己表现满意就可以。启乔他还可以为他的姐姐搏一把呀，洛星还在为最后的这个 offer 战斗。我们明天继续。我现在甚至都还记得中间有一趴卜律在为他的2位爱徒据理力争的时候那个表情。跟刘律，卜律一定是没有在他们身边，也是一直在给他们发信息。但是人总有独自面对挑战的时候，总要有独自长大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启乔的这种心态，已经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度了。都是自己在安慰自己的感觉，好像别人都帮不上忙。对，而且他没有给洛星施加更多的心理压力，他依然还不断的在往未来在看。他才20岁。他看好的一面就是说自己也学到中文也进步了什么什么的，我们都做得很好什么什么的，心态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他年轻，他肯定没有经历过什么失败，所以失败对他当时的他来讲会是一个比较重的打击。但是接下来这段路他要怎么走，必然要输的仗你要怎么打？对，但是还是坚持到底，是不是？对，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会坚持到底，无论是他为自己、为洛星也好，还是为他自己的这种法律梦想，他会坚持到底。对啊。各位有没有工作经历当中，就是遭受了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依然在强撑、去扛过去、去度过去的这样的经历？强忍泪水，但也要故作坚强。我有一次试过，我收了一个电话，就是说，我妈就是心跳停了10几秒，抢救回来了，但是我还要等一下，我要上台拿奖。哇，那个真的太难了，那一天太难了。还要有获奖感言，但你心里对，千头万绪，然后还要笑什么的，哇，很难。就很多时候真的一个人的柔软，是因为身边有坚硬的铠甲。有时候没有选择，那个时候我妈在美国，我也没办法，我在北京，然后没有带护照，我还有怪自己，我为什么不带护照出来？一直在怪自己，然后但是又不能哭，因为一哭那妆容都化了嘛，那一直憋着，然后哇，原来泪水不流出来，就从鼻子流出来的。哎呦喂，这深深的痛啊！对，一直憋着，然后哇，从鼻子流出来。就所有人当中，我其实最好奇大老师有没有，因为大老师在所有人面前永远开心。别这样，我不想说，开玩笑，这是真的，别再惹我们哭。我经常哭啊，我经常哭啊。我觉得应该是挺爱哭的人。对，绝对爱哭啊。你上次哭是为什么？我反正要说啊，就是我最痛苦，天天哭的原因就是有一阵儿我们乐队要解散了，但是要开演唱会，
但是那段时间又是我们乐队急剧那个人气下滑坡，就是那种时候，就有点像他们的境遇，就是感觉这演唱会反正开了也没人看，那是我们10年开的唯一一次真正的演唱会，但是它是解散演唱会，然后我们公司基本上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不管我们。那个时候我碰见了我的太太，就那时候她是别的组的，她就是听说了我这样的事儿，然后她去跟管我的那个主管去杠。就没必要，你明白吧？因为他根本不管我也，他只是听见这样的事儿，他觉得不公平，怎么着，然后他去看我们演出。他是个讲义气的人，对，就是他只是听说这样的事情，他就觉得不能逼着我们这么去死，然后你就爱上他了。觉得也不是爱，对，爱上了是肯定的。不，应该是他先爱上你，才会这么做，要不然没有一点爱情在里面，不可能帮你伸张正义的，一定有一点点对的，肯定是他爱上我，因为不要轻易爱上我。他可能最开始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来的，然后重点不是一切的重点是在于我那阵是哭的原因是，只要今天晚上排完练，我回家只要是一个东西是封闭的，别人但凡看不见我，眼泪就下来。就是门一关上的一个瞬间，眼泪就开始掉，就是感觉只要东西一封闭，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苦难就全来了。但是那个时候不是碰见现在我太太嘛，然后就是那阵鼓励我呀，然后帮助我，就是往后想，就是说如果当时不是那样，我也不会在不好的时候碰见一个特别对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又是感觉这个事情促成了后边的这种特别坚实的一种感情的革命情谊。对，有时候迷茫跟彷徨，只是因为你站得太近。但凡往后退2步，你就觉得迷茫和彷徨这些事情，哇塞，简直太好了！当时我如果没有碰见这事情，我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是。而且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启乔，他如果这是他的职场出入的第一次，比如说故作坚强这个场景，我觉得是很幸运的。我跟你说，故作这个东西啊，你故作多了之后，你真的就坚强。这就是那个心理学家说那个书，就是说当你不是我自己说的，您就是心理学家，对不起，俺们错了，请赐我一死，好吧？那倒没有，你别。你说啊。因为我代入一下我那个职场初期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特别衰。当时呢，中间呢，我就想利用午餐的时间回我住的这个租的房子去哭一会儿。结果刚到家的时候，准备哭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我就要去关窗。租的房子，我一关，窗户掉下来了。哦，那不行。掉下来怎么办呢？我当时是想哭的吗？但是我得装窗户呀。我就跟他这情形一样，我没空哭，我就得安窗户。装完窗户之后，一看时间，下午的会开始了，我得回去。开完了会回家之后呢，我就想洗澡，结果发生了一件事儿啊，没水。我租的不是，有没有人感受过？就是回到家洗澡的时候，那个租的房子那个电水器漏电，你们有电着的时候洗过吗？漏电，我洗过，这也太危险了。就有一点麻麻的，然后我就把水关了，就那一刻，然后我妈给我打了电话。你看每一个时间都特别的完美，然后她就说你怎么样今天？然后报喜不报忧来了吗？我说今天挺丰富的，我说挺充实的。挂完电话之后，我跟你说，因为一天我都在故作坚强，到了那一刻真的不想哭了。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他这个经历特别好，就那个氛围啊，努着你，这个不用这一趴，这一趴应该是白拿的。没想到哈。陈宇讲的这个我同意。比如说有一个人要当面讲一件事情很冲击我，我是不给情绪反应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如果是善意的，我反应很大，他会不舒服；他如果是恶意的，我反应很大，他就得逞了。所以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要当我面讲一句伤害我的话，我就会没有任何反馈给他。那你自己心里会真的有情绪以及要去处理吗？然后如果我有情绪的话，我就会一定在没有人的时候把它发泄掉。比如说，用什么方法？买包。买包。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的发泄掉。那下一次我陪你一起发泄。我也不是一定买贵的包啊，就是买一个礼物送给自己，就是哄一下自己。哦，原来是买个真包。就你也可以去旅行嘛，你看事情有多大，就是做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情。那你这4个月的旅行之前遇到多大的事儿啊，才能换来了？我是非常需要情绪稳定的，因为很多时候我是替别人解决问题的人嘛，然后我又是公司老板嘛，所以我是不能够情绪崩塌的。但是当你长时间这样训练自己之后，你真的情绪就稳定了，因为情绪一定会过去，而你不如专注于解决问题。
感谢刚才所有我们身边的加油团的朋友的分享，至少让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刚才启乔一直在流鼻涕，可能也是憋着就在车里就憋到了鼻腔。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一组2v2的第一个 KPI 的花落谁家，但另外那一边呢，工程造假案的庭审的备战也在紧张的进行着。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边4位情况怎么样。好。会师吧。会师。好。我来了 ，Hello。早呀。哎，他是不是已经放过来了？你们现在干嘛？哎。今天早上就接着做法律检索，我们12点才会收到他的那个。Hello， 晚上好。Hello。来吧，姐，请。谢谢。Hello，来的这么早。Hello， 早呀。Hello， 晚呀。晚呀，午安。已经开始午安了是吧？我想用白板。周瑜，我稍微梳理一下，咱们一起讨论一下，如何？好。因为这个案件，我们控罪作为检方控罪控的是串谋诈骗。我觉得我们的案件的思路，首先应该先讨论诈骗，再讨论串谋。这个关联性真的太强。关于诈骗这件事情，首先它的主观方面很难界定，但是我们会有后续的证据来证明。客观方面我们已经解决了，对吧？首先它存在一个它的报告天数小于3，它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就是他要先提取泥土，然后2个压力，对，2个压力，过24小时之后排水然后记录，然后再放，对，再放置，再记录，再放置。对，第一天的这个压力测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29号，对吧？他签字的时间12月31日，他被告在某些图表上签名，没有多看就签了，也就是说他没有走完这个足够的4个24小时的时长，所以他没有按照这个执行标准进行执行。第二点是它存在一个别人做的实验结果他来签字的情况。你看数据样本5和数据样本9这2个样本，它的测试第一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是12月28日测试。但12月28日他当时没有上班，那么是谁测试的呢？一定是他同事测试的，对吧？所以说他是把别人的测试结果签了自己的名字，这也是不符合执行标准的。第二，他签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报告，签了2个。OK， 这个部分解决了。那 mens rea 怎么解决呢？首先，他是一个技术员，对吧？他做了几份土壤检测实验，他应该非常清楚。他如果在28号当天没有来，29号做了8份，那他为什么最后可以能签10份报告？其次，他在报告上签名的时候，他应当注意到这个报告上的天数，这个报告的数据，对吧？这个报告的起始时间，这是他应该作为技术员签字之前应该做到的确认，但他没有做到。他作为一个职业技术人员，他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注意义务。那我们认为他应该可以成立 intention。这是诈骗方面我们进行讨论，当然还需要 case 进行援引。那串谋怎么解释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缺乏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们存在串谋，我觉得可以以下2个思路进行讨论。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用那个 circumstantial evidence。首先第一，他对文件的熟悉程度。第二，他与同事之间的行为模式。
第3点，行为的随意性。文献的熟悉度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在那个首席技术官，他的表述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说，首先他入职之前我会亲自接待，对他们进行初阶训练。其次，在入职的第1天，会有一位高级技术员带他到不同工位参观，观看仪器运作，详细讲解各种测试的问题。就是第2天才真的开始做这个测试，也就是说1整天的时间进行培训。然后其实这个实验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实验，就是一个土壤压密度的测试，对吧？所以说这样比较长久的一个培训之后，我认为他应该是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其次，根据他的这个考勤报告，可以看到他上班已经大概20多天了，他应该是对这个文件有相当的熟悉了，对吧？这是第1点。第2点就是与同事之间的行为模式，他们同事之间对造假这件事情是一种默认共识。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昨天想了很久。我们看第1页背景资料，他说，经联署调查之后，香港律政司决定向艺能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责任人提起刑事诉讼。他有11个人都被指控串谋诈骗了。那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它是存在非常多人对这件事情知情的，那就存在一个共识。那我们今天被告他作为其中的一个技术员，他知情的可能性非常大。第3个，行为的随意性。他说，被告人对面工位的技术员走过去让被告人签字，被告人没有多看就签了。首先第1点，我们的这个被告他是一个实习技术员，他是这个公司就是可以说是最基层的员工，对吧？谁会让他签字文件？而且这个可以佐证他文件熟悉度应该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这是可以相互佐证的。对。然后别人同事给你一个文件，你作为一个实习的技术人员来了20多天，你应该很谨慎的看这个文件，但他没有多看就签了。我们现在就是来了20多天。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种，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你让我签我就签。已经被下达了指令。对，就是这个报告是真是假，我不需要去确认，因为无论是真是假，我们都需要签字，对吧 ？OK， 那就不需要多看，我们就直接签了。带入了最基层的员工，就是带入了自己给力。还有一个就是陈先生，他扔了那些检验报告，就随便扔在了那个 D 的工位上，所以说他们对这个检测这件事情非常散漫的。这3点加在一起，能够形成这个推测性的证据、关联证据。尽管不能直接证明它存在共谋，但是我们认为可以相当程度上佐证它有共谋的可能性非常大。对。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接下来做这个法律议题的书面陈词。对，我们要把这个目录，我们今天上午得给它定下来，然后填一填。来。然后我也写一些大致的背景吧。好，我先把刚才我讲的那个思路写。发了吗？他发了，我不知道发了没。看一眼，咋没发呢？这可能要等一下。哎，收到了，收到。辩方今天只会收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案情，然后明天12点，辩方会收到控方完整的材料以及被告人的口供。真的是12点，准时。来吧，让我们看一看，他定的是什么。哇，果然是串谋诈骗哦！他们判断对了，果然是串谋诈骗，那就是那个案例。你看，就是我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第一个就是想找可能涉及的相关的罪名及法律，然后估计就是一个是欺诈，一个是串谋。
主要问题就是2个，一个是时间窗不符合，还有一个是代签。来，我先跟你说一遍这个。我们先有个思路，然后我们再去仔细看。我觉得咱们的法律议题可以这么打，就是你其实可以完全猜出他们的案情会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沈大律师昨天在讲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只需要做的就是提出了这个 A、B、C 这些事实，然后把这些事实给打实了之后，他们就可以证明出来 D 嘛。我们要证明的就是 A、B、C 任何的一个环节。只要有问题，那我们的证明就成功了。比方说，他没有充分的培训，他没有充分的培训的话，他可能就不明知这些具体的要求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办。他的表述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说，首先他入职之前，我会亲自接待，对他们进行初阶训练，会有一位高级技术员带他到不同工位参观，观看仪器运作，详细讲解各种测试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整天的时间进行培训。入职培训那2天，就是张瑞坚说的，他收到的培训内容和李峰说的，他说没有特别讲述这个标准，然后也直接导致了他不知道要隔24小时。哇，这第一个战场就清晰出来了，就是培训的职能到底有没有完成。向志远那边会强打说培训已经充分知悉了，这边会说远远不够。比方说欺诈的假如说我们拿到的证据它是可能甚至都可能不构成这个罪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他缺乏这样的一个意图。这个报告的起始时间是他作为技术员签字之前应该做到的确认，但他没有做到。他作为一个职业技术人员，他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注意义务。那我们认为他应该可以成立 intention。然后串谋的话，就是他没有串谋的话，那可能就是缺乏一些共谋的证据。比方说，他可能自己就是按指示行，但他并不了解这个指示背后的含义。他们同事之间对造假这件事情是一种默认共识。你看，他说他把26份样本全部按照这个方法测试完毕。他自己首先说了4个理由嘛，什么肠胃不适、样本质多。然后想要回家陪老婆，然后他觉得更效率，然后他就这样子搞，然后最后把扫描全部交上去，说明他真的不是为了干嘛，他真的就觉得这样子是可以的。思路好清楚啊！厉害！所以说我们就分2部分，一部分还是要接着在就是法律上的再检索，然后再一部分就已经可以根据控方的这个案情的事实基础去找我们现在收到的材料当中可以跟他这个不相符的点列出来就行了。我把这个发你。谢谢。吃饭吗？走。你这吃什么呀？是清汤米线。哇，它这看起来不错哎。这个我申请了退款，因为我加了鱼片，他没给我放鱼片。他送来的鸭血，你看有点绿绿的，是那种又酸又腥的味道。天哪，这也太可惜了！别的东西还可以，就将就一下。你真的确定别的东西可以吃吗？但我已经吃了2片了。它真的不会污染到别的吗？他还拒绝退款。我们要先进行一个课题，就是外卖索赔啊。好了，不必了。终于又去跟对面组聊天了。我能问一下你们的文件有多少？20页，一共是吧？这边。哦，这个是不能说的吗？真是抱歉，一定会多加注意的。以后别说了。如果把这些全说了，你又没时间优势，还没有信息优势。这几天我都不再和他说课题的事情了。我怕终于说漏嘴而全然不知。终于，
啊，怎么了？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他是傻白甜吗？这是他的一个个人性格，就稳稳的、慢慢的。怎么了？有没有遵守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不可以泄露的原因？那当然了 ，OK。好，那你去斯坦，你现在新的身份是 spy。我都好怕被你们套话，但还好你没有套我。哦，昨天我都被你们套话了。昨天我确实是无语的。我说错了，其实我们有200页的材。好好好。你们有多少页材料啊？我们有400页。那有点太多了。看不完，确实是。不解释还好一点，更真了，20页更真了。不要再讲了。有哪些人的口供报告呢？大概有20个吧。哪20个？这个没法跟你透露了。还有什么可以套话的主题？你直接问你说你想知道什么？其实最想知道的是你们有哪些证人的口供。你觉得他们会有哪些证人的口供呢？完了，我觉得他被对方套出来了。应该有被告的吧？还有呢？还有辩方的证人陈荣康。他是谁？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哦，还继续说，哎呦天，把自己的脸都跟别人讲。但你们不是已经收到材料了吗？不是，我们应该是知道的，但我们没有，我们还没看，看完。那看了就知道了。等会儿 Eric 可能要打你。晦气了，晦气了。我差点被反套话了。但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们现在还并未开始看案卷的材料。我不信，他们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不信，我刚才拿饭的时候路过他们的会议室，他们正在热切地讨论着。罗老师一手放在屏幕前方，紫薇紧紧地依偎在他身边，看着屏幕。这个画面让我觉得他们的胜算在逐渐的增大，胜利的天平正在逐步的倾斜。他是个喜剧人，我的天哪！就是用一个小格代表一个，然后后面括号去写一下它的页码跟对，然后就是整个做个总表，不然你在一个里面，我觉得到时候会有点乱。好多东西啊！你是速读吗？还是你那个全部都？我全部都读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我没读懂。它里面有些很边缘的数据，像60点几，可能新规之下就不合格了。这些也没有什么依据。我们可以查一下它这个相关的土壤压实度的标准要求。给师傅群里回一下啊！师傅已经向你发出邀请，听一下语音。同学们，下午好。之前我们一直有提到说要亲手做一顿美食，尝下创意料理，所以马上我邀请你们3位来我家里一起下厨共进晚餐。另外，你们需要买什么食材，发微信列给我，我下庭后去趟市场。创意料理，好，我回复一下下。好。哦，创意料理，我就害怕小黄人料理。啊，他们一起就是在家里聚餐啊，家宴。那句话还蛮温馨的。我下庭后去一趟市场啊，去把材料都买了，从那种高精尖的氛围下到烟火气。是的。走，罗老师，我们准备要走了。走。走了。Hello， 师傅好，欢迎来到我家。哇，看看调料，
哇，这个空间还是很大。对我们3个人工作绰绰有余。一些食材在这儿。好的，我们自己找一下就行。好，没问题。那您先坐一会儿。先坐一下吧。我已经看到仲瑜的跳跳糖了，太抽象了。仲瑜要跳跳糖干嘛？第一道菜叫黄金芒果椒麻冷面。椒麻跟芒，天哪，听着就难吃。这个黄金是什么？这是一个形容词。对，是整个面和芒果还有它的酱料都是金黄色的，但是又放入了爆珠、干桂花、薄荷叶和西柚的点缀，很复杂的味道。然后还加入了一味非常特别的佐料。跳跳糖。他是怎么研发出这种菜的？他可能就是当时就家里啥东西也没有了，然后就都往里面扔，感觉都是那种玩牌输了，说最后这些东西还剩这些一个对，一起吃了。这个火怎么开？你们知道吗？这个往下加。浑然不知，小黄人。好像你都不是常常做菜。我很少做切东西的菜。这个芒果冷面你是第一次做吗？只在脑海当中。OK， 那你在脑海当中做了多少次？很认真的在问。做了3、4次吧。这个芒果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可能要稍微改一改做法。他们2个讲话很像2个机器人在对话，都一样。哦，对了，文翰可以帮我看一下意面的情况吗？你的面帮你捞出来了，放心。那文翰这一看就是经常在厨房里的。文翰，这个面是不是没熟呀？面你尝过吗？你收回吧，你还是收回吧。我错了，我就你以为你还会烧吗？没事，那我再烧就行了呀。这也太多了，没想到有这么多。椰浆、芒果酱、胡椒加胡椒，什么叫胡椒油？我连吃火锅都很少放藤椒油，它在面里放，很像个整蛊节目。还可以。我拿到外面给它做一个妆造，我把这个撒一下就好。果然是创意料理。你看，我说文翰这个菜看起来是人吃的吧？哎，这个还可以。这个还看着不错。太绝了！我这哇，这个鱼真不错。肯定好吃。谢谢各位，我们来个4派。1、2、3。哇！快！我们先尝尝这个冷面作为前菜吧。好。你尝尝，评价一下味道怎么样？来一口，我相信罗老师的评价。尝尝。沉默了，把罗老师干沉默了。什么味道？真的很神奇。我来试试，那我给你装一个好。会有种我在吃某一种香水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把它起名为香水芒果面。我要多一点芒果，少一点面，一点点就好。这真的好吃。师傅不错，还真是大口吃。哇，师傅喜欢吃甜的，可以。好吃。那就好，来，给您盛一点汤。这个是汤。这不是，这个是汤。都是汤。OK。
我觉得还是这是咖啡，不是汤。这是生椰拿铁，它这个确实很好喝。生椰拿铁排骨汤，谢谢。非常好啊。真的好吃吗？我真的都好奇。我也很喜欢这道菜。这一个是我用来保底的创意料理，因为我怕做出2个都是很难吃的，所以选择一个之前做过的呈现一下。其实不需要保底，这个都非常好。我绝对不会参加这种活动。我还蛮想吃一下，因为没喝过香水。这是完全是你自己弄出来的，自研。我的菜基本都是自研的，没有一个菜系。你坚持这样做，你就会有菜系了。甜品融合菜。你们有没有一个在整个实习的过程中感到特别惊喜的一个时刻？有，太多了。太多。太多了。哎呀，我感觉目前来说，跟我印象很深刻的有2个，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把踢馆的子晴踢走的那个，但那个案子我其实没有想结果，但是我做完我就对自己还是就是很快乐，因为那个案子我当时我记得我跟您说他是我的第1个当事人，然后你感觉最开始他刚来的时候说我要诉讼，我要诉他，不管怎么着我要诉他。然后后来他至少在当时接受了你的一个调解的这种建议的时候，你会真的感觉你学了这么多年的东西有用了，因为它得转化，就是你光说学很多，但是你最后帮不到他解决实际的问题，其实我觉得都白瞎。而且他跟我也想做的公益方面的诉讼也会关联性更大，所以当时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第2个就是那个关大律师的那个模拟法庭那个案子，其实说实话，那个案子我感觉给了我自信。虽然那个案子我们输了，就是当我做这种模拟的这个，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兴奋，跟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适合的，所以我会比较就是更有自信。就是我觉得我喜欢刑法也好，或者想做诉讼也好，不是一个非常空中楼阁的事情。其实。你刚才说有一点是我非常认同，就是有一些法律的领域，有可能不能够用上所有你在法律学院学得到的东西，但是大律师不同，大律师我们真的是大部分你在读法律的过程中接触到的那些法律原则，都有可能你在当大律师的时候会用得到的，那个感受是非常好的。对，我觉得我是和可儿做了调解的案件，从准备到当场的调解，我都觉得跟可儿的合作是非常的舒服，很互补，因为他的反应速度很快。我相对来说可能在和当事人做一些情绪的沟通上面会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调解之后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真的是改变了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有成就感。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会让我继续去坚持大律师这一条职业道路的一个理由。觉得做的事情是有社会价值的。OK， 继续。师傅，来，好，谢谢师傅，加油！加油！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有很多人都有那个阶段反应，就是长时间的群居生活，然后突然就变成一个人。哦，是的。我觉得其实能够跟你们度过这几个星期，真的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都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有时间带各位同学到更多的香港好玩的地方，吃更多好吃的东西等等。还有就是
都没有机会让你们来我的音乐会。这个确实很遗憾。对，音乐会，他是音乐那个指挥。哦，真的哦。那其实在这个时期完结以后，我都会继续当你们最坚定坚强的后盾。OK， 如果有任何事情想问我，随时都可以问我。OK， 好，谢谢叔。杯，干杯，干杯，干杯。哇，香港好恢宏啊！可以。刚才大家那顿饭，沈大壮请大家吃家宴，很温馨。我很好奇，如果各位有这样一个机会，跟自己的上司有一个做菜的机会，你会呈现怎样一道菜让他记住你？哇，这得问我们天真少女。我是一个上司，抱歉。对，然后但是有时候您要跟人谈一个活儿，那位特别心血来潮说，我今天天真咱们一块儿，我给你来一个创意料理，但是你又得跟他关系好，这时候我也会谢绝他，我说我们点外卖吧，其实。我觉得那个上司啊，最好是不要约下属吃饭。我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人下属想跟上司一起，尤其去他家里吃饭，压力得多大？压力太大了，还要做饭呢。对，谁想要干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是个折磨哎。有的上司的类别可以不太一样，像刚才其实沈大壮更像是师傅的角色。师傅可以，师傅带着你吃点儿，他可能是另一个心态了，就带徒弟像看孩子一样，所以想大家一起吃家宴，松弛一下，就聊聊天这样。所以如果我要选，我会选一个广东最厉害的，来了，最厉害的蒸鱼。蒸鱼，我说蒸鱼这件事是广东人最拿手的，就北方可能不流行蒸鱼。蒸鱼有一个点是，蒸鱼很靠那个时间火候啊，就是你是大火放进去蒸几分钟，那个鱼的大小厚薄，拿捏那个时间，要不要砍一刀，就是让它那个熟的程度刚刚好。对，蒸得好呢，就代表你有分寸。哦，好可怕！好累，我只想好好吃饭，我不想吃饭的时候考虑这些。真的，蒸鱼是最难的，那个鱼到底是8分还7分还6分半？哦，如果你刚吃了卖鱼那个人会告诉你的。是。卖鱼的人最有分寸了。对呀，他最有分寸了。如果我自己做的话，我也想认真选道菜。就是因为刚刚那个跟蛙哥那个心机，你既然前面讲出来，那我后面就不怕。我会做京酱肉丝。京酱肉丝，为什么呢？怎么讲？因为京酱肉丝呢，它不会看起来太简单，就是不懂这个做菜的人会觉得这道菜还是需要点火候的。是。其次还有个心机的原因，是因为这道菜会要豆皮包。对，它要有一个豆皮烫熟之后，然后把京酱肉丝和葱包在。哪个领导的意思就是我罩着你是吧？就是这个，是什么？不是，就是说呢，因为其他的菜都是一个步骤，但我就是让他们多一个步骤。哦，记住这个菜的多一点。我遇见过那种被架在那儿吃过一个全世界最狠的东西啊。叫做卡瓦，你们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吧？卡瓦是我之前去那个瓦努阿图那么一个地儿，就是录节目，你也知道，咱们录节目是有时候就是说当地的人要给你最丰盛且最高规格的。我们去的是一个原始部落，原始部落里头最高规格的一个东西叫做卡瓦。卡瓦，它其实就是挖出来一堆那个菜根儿，就是比较那叫什么麻椒啊什么东西，然后把那个菜根儿，然后拌一拌，然后弄着水就喝了，就那么一个东西，就是他当时他们那儿觉得最好的。然后他为了让我们更能体验这个原生态啊，他们是把那个根儿弄完之后，一个女生弄一个长裙。然后呢，他就在那儿倒这个水，他在那儿拧，然后呢，你就在底下这么嘬在那儿，然后就是我们一堆人在那儿就排队嘬那个卡瓦，然后就是根儿挤出来的水。对，那个女生就在那儿，不能接着喝吗？不行，就是他要的是当地的那个仪式感，所谓的仪式感。对，他其实就是刚挖出来的，还带着泥呢。我问过了，我说是不是在惩罚我们？他说是不是？他就是这个仪式就是这样。那接下来这段 VCR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工程造假案正式上庭开辩的细节了。我要提醒一下各位注意的是，那接下来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猜测和点灯环节。
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2件事。第一件事是哪一边会赢，这个我们要做一个猜测。那还有一件事是谁是这一轮当中的 MVP？ MVP 有额外的5个 KPI， 就输赢两方都可能是 MVP， 都有可能有。所以整个的内部是有50个点，然后外部还有一个 MVP， 所以它决定了55个百分比的 KPI 的得主。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看要多多观察怡涵、尚燕、紫薇、向志远和陈仲瑜这4位，因为他们在100周边徘徊。如果他们表现得足够好，他们就可以突破100，获得 offer 的机会。哇，很重要哦，非常重要，因为是最后一轮的课题了，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看。Come on， 今天是你们的终极课题，有4个红包发给你们。哇！1块3毛，祝贺你们在下午的课题里面表现果善爆射。OK。测试开始的时间是29号，但是您签署完成的时间是12月31号，这里有几天？这个很关键。那您就在这么近的距离在下边签，您签字的时候是完全不关注这些东西的吗？那是厉害啊，是不是？您为什么在转交样本的时候，仅仅因为可能一些不方便，就放弃对这个标准的遵守？所有人也是这样子做，你们可以回去看。是公司流程的问题，更被动了吗？是不是因为李峰对于您的评价，让您对自己的操作流程有了非常的自信？反对引导性问题，辩方律师可以留意一下。所以您是确认所有您签字的报告都是由自己完成的，是吗 ？Leading question。紫薇有点慌，觉得双方都有做得好、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在4位同学里面，也肯定是他做的最好的。SVIP 用户每周4、周5中午12点更新正片，每周6、周日12点畅享加更和 Reaction 陪你看 offer。VIP 用户19点更新，每周1还有不定时加更等你来。周2、周3还有更多花絮预告刷不停。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敢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帮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上知乎搜2025秋招季，和知乎答主一起畅聊职场。手緊握這挑戰不懼，更多的根據不缺道理，無畏懼再去跟看一切，再一次挑戰我嗎？競技會在哪方？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錯的答案，無懼那也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這一生痴心夢想，誰會在意它？奔跑人群中。上微博参與令人心動的 offer 議題辯論，暢所欲言你的觀點。更多精彩資訊盡在新浪娛樂、微博娛樂、微博綜藝、新浪綜藝。感謝至於成果娛樂、影視聚焦、環球在線、Do News、天意視訊、網易有道詞典、中華萬年曆、未來之光、西裝竹的大力支持。深度內容合作媒體騰訊新聞夏至工作室。感謝立立成傳媒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